抓过来！让战士们都别动，我这把飞机也开。是。 开枪！打！打呀！够不着了，没用了。玩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像你这么瞎跑没用。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我们挤破脑袋赶上5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王鲁，有，给同一兵传令，向致四和兵团发电，15军请求返回质朴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是。同志，叫通讯兵。 Where have all these mice gone? 跟上，快点！有敌机，上来！迎兵！迎兵！有敌机！抓过来！让战士们都别动，我这把飞机也开。是。副连长啊，那个在鲨鱼头岸的应该是长机，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走。站来！快！ 快
turn around now. Represent. Returning to the base. 开枪！打！打呀！够不着了，没用了。王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睛。没事吧？哎，没事。车还能修好吗？放手吧！同志，帮我拿一下。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八连战士过来帮忙，搭把手，快过来帮忙。来，1、2、3，1、2、3。 记住了啊！1、2、八连集合！啊，感谢军长。哦，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不一样。报告，说，军需卡车被炸毁3辆，物资人怎么样？共13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是。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是。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什么？撤退？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3、第19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普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显峰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 志愿军的部队要拧成一股绳，但如果变成打阻击，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1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是。 军长，
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普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好，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之字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是。命令，目标芝普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义峰，让45师134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义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是。目标芝普里，急行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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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芝普里，动得快点！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终于看到有战吧，不用再跑了。胡开生，哟，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哦，有仗打了，高兴。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是，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啊，是军长。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什么呀？听明白了。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好。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明白。报告军长，8连指导员胡满仓带8连前来报道。你继续啊。报告首长，我说完了。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他们听得懂。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请首长放心，老8连说到做到。出发吧。好。全体都有，向左蹲，目标朴达峰，跑步走。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七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你们这老8连就是硬菜多。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好，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给你战报说，敌人迅速增兵，总兵力已经老8连6倍，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军长，我有个想法。说。
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乔吉？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乔吉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段参谋说的对，任乔吉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3连。3连。王鲁有，叫冯百胜过来。是。让3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乔吉阻击战，朴达峰和任乔吉这么像，我想去前线。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段参谋，服从命令。报告，有效指挥3连冯百胜前来报道。你过来，冯百胜，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3连，巩固阻击阵地。没问题，军长。打阻击，我认账。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抗朴达峰吗？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军长小心！哎呦，我是要让你喝口水。军长，我不渴。你听着，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1步。保证完成任务。军长，那我呢？冯百胜，有，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谢谢军长。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执行命令。不是好事净想着你啊！안녕하세요. Don't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boss?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Oh, are you okay?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哦，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2、3天了。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3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遍图烈士碑。朝鲜山地15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
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武圣山最前沿的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切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利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叹，进沟则如鳖进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是。命令全军都要看。15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What's Junior up to lately? Haven't heard from him in a few days. I heard that his squadron was sent to a mission again, him being the ace pilot and all. Perhaps every father is just like me. He wants to protect his child forever. No one can do that. Not even an army general. He's sending us to die in the battlefield. He's got his command on H-60. What the real talent does he have? My father used to work for General Van Vliet. Yeah, he made a mistake, but by the accident. You know what? No one saved him. Buddy, I don't mind you boozing on the side, but you should learn to respect your superiors. Peace off. Just one more word, and I blast your head in! If he knew anything about the general achievements in Greece, he wouldn't be spewing this nonsense about it. He's a true hero. And if I ever hear any of you insult the general ever again, you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on a wheelchair.
Wild Wolf, Colonel Moses needs you to take out the team. Let's get ready to work. You got some Chinese to hunt. 好的。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回消息？电台故障，正在检修。需要多久？还得有一会儿。你这边怎么样？还没有情况。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1个小时。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是。好的。快！中队长，分开走，我给你看敌人。危险的事轮不着你。这边。What happened, sir? There's still one left. Go get him. Move, guys!少奇，臭小子，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前面是我们上干远防区了，坚持一下，翻过山就到了。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走，再往前就是597.9高地了。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对，家里捕鱼的。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别分手！
喝杯热水。冷吗？啊，不冷。这么冷的天，不知道26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包连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9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你接着说。啊，我军刚刚驻守武圣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15军跟之前驻守的26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哎，段统啊，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您去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8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像你这么纸上谈，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讨论。你们有矛盾吗？没有，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这样吧。芝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是，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课。是。哎，参谋长，哎，军长，我有事，你有枪有子弹，你先把扣子扣好。进去！不要命了！进去！进去！飞机还没来呢，不要命了！快出来！进去！快出来！进去！快进去 Eagle 2, arriving at the drop zone. 进去！ Descend and maintain the altitude. 隐蔽！飞机要来了！快隐蔽！小范，天明，快救人，把他扶进去。天明。多久？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15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二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
醒醒吧！今天鬼哭狼嚎的，脑子一枪崩了。军的兄弟们，上一命令话啊！擅自开枪，关你禁闭。我们打一枪，他们用炮轰咱们一天，这坑了挖我了啊！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你打得准啊？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我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接着警戒！冷枪冷炮运动开展1个月来，每40时、每70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现在最重要的是8连，这儿都是花岗岩，但是这个口出去以后，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的怎么样了？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参谋长有什么主意？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戴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比赛要开始了，段前锋呢？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儿呢。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快！冲！好了，都别挖了，战士，都别挖了，都别挖了，看，有这个，咱们必胜。好东西啊，这是。可以啊，都把手东西放下，都出去，快出去了，快点，要爆炸了！走了，来，出去，别看了，都出去！来，好。2、3，别！
炸开了！炸开了！炸在没门！你这不是作弊吗？你们这样！有敌机！敌机！ Returning to the base.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常常挨骂吧。这下跟白白告了，这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要不再来一次？哎，带上，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马参谋，哎，局长，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把牙露出来，1、2，开。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 8连和1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这输了就是输了，我认。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 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是，接着说。还是让段参谋说完啊。段参谋。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8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1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 那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扎稳打，一步一步的，不能着急。那皮儿，你得结实，得哏就好吃。那皮儿要太薄了、太稀了，那不成面汤了吗？那不就？老胡，你说的对。这未来坑道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啊。段参谋，你要跟老胡好好交流交流，回头写份检查给我。是。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咱得祝他乔迁之喜。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5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今天这天气也好啊。好，王鲁下来。啊，哎呀，是后边这3个。啊，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了啊。输了不用拍，没事。哎，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那就拍吧，输赢不重要。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哎，军长，啊，好，马参谋，有，来，你给我们拍吧，是。马参谋，你站上去呗。站上去。好。点镜头，预备，嗨！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你有什么打算？什么打算？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达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达丰，就靠我们一个3连。哎呀！兵分2路，一路增援朴达丰的8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爱玩短餐吗？你就纸上谈兵行。你知道这是多少人？整整1个美军师，你要在这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你给我一个牌，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一个牌？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1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1个连。哎，这样，我再给你加1个牌，在3两旗也给我画一条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保证完成任务。好，我知道了。军长，段显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美25师全部停下来了。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丰。这3连了不起，完成了2个重要的任务。现在几点了？1点。朴达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给段显峰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丰。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丰的侧翼就没了。给他留1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达丰完成增援任务。是。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报告副议长，8连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段显峰，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是45师吗？我是程敏祥。
327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密切关注美25师的进度。军长，坚守在朴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朴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不用，老八连和3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写峰再顶1个小时就撤。卫生人！连长，挺住！
before ceasefire conditions are met and both sides agree 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neutral zone,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以38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必须及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You are completely politicizing this situation. Tha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negotiations. 你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什么？请明确说明。 This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s a buffer. 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你们在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上得到，那是妄想。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典型的昂萨人的谈判策略。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不止，他们在任何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拖时间。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 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回去告诉部队，立足于打，不要想的太多。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灵巧牛皮糖的战术，不要老想着打大仗。 Sir, all units are standing by. We can sever the terrain of Gyeongsan at any moment. Very well. Now that Commander has arrived, my mission is accomplished. Thank you, Mr. Kim. I wish you a pleasant stay in Korea. Thank you. Commander, please. 哪怕是吃掉他一个连、一个排，甚至一个人，不断的消耗他们、歼灭他们。听清楚了吗？
君山，你听清楚了。你大点声。清楚。这个好，散会。秦建伟，你留一下。是。 The main battle is actually happening around Shangangling village. We've lost 2 hills named Triangle Hill and Sniper Ridge. I need to push the enemy harder to get these 2 hilltops back. There are my access to Pyongyang. 美国人最近建造了3道纵深7、80里的防线，26军需要修整和换防，至此决定派你们15军换防至武圣山、斗流峰、西方山一带。是，15军，保证完成任务。I warn you, without my permission, except for recon or counter-strike missions that pose a security threat, you're not authorized to launch any attacks at company level or above for any reason. I remember you only need to be notified of engagement of regimental level or above. You have proposed countless operations, from Chopsticks 1 to Chopsticks 16. And in those so-called battles, they're more like full-on wars. If I would have signed off on those operations, my God, you would have destroyed Asia. Now, because of this goddamn attack, that torn casualty summary sheet, everything has changed. Now, it's a company, not a regiment. General, take warning. This is not a goddamn reminder. Are we clear? Yes, Commander. « 武圣山是朝鲜中部的重要门户，失去武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我再强调一句。 谁失去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明白。第一点，材料很重要，必须收好，听见了吗？去。 队长，行。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这怎么就剩2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是。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京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圣山，前面的2个高地，分别是597.9和537.7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流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 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15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圣山，则是我们15军防线的核心。西方山 由44师负责防御，武圣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597.9高地易攻难守，537.7高地易守难攻。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连长，
这2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2肋。2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师、美40师和南2师、南9师4个师。Well,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大伙儿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为什么？美军习惯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圣山入口寻求突破。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实力。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ir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for any other bomber and a spea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t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参谋长怎么看啊？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圣山。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圣山，丢1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这飞机下不来，坦克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个顶个。老子不怕他。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曾经横扫欧洲。那是欧洲，可这儿是朝鲜，范弗里特已经60岁了，老将还不提当年勇。 If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If the enemies are on the plain, I will turn it into a mountain. Wherever the communists hide, I will turn it into a communist grave. I can't imagine any scenario where the communists would stand a chance. 入朝以后，彭老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谁失去武圣山，谁丢了武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2、3天了。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